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小火苗救我！看。 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哼哼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 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，您不是说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心情平静愉悦。 骨珠结灵花，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 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揭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始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公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 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 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。 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 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灵。不远。 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，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见入灵。天无涯呢？天无涯他一大早就去寻诗千缕了。天无涯真是诗千缕的一条好狗，诗千缕那个老东西，定会来为他求情。那我们要去见诗千缕吗？
我才没这兴致和那老东西你来我去的猜哑谜。走吧，我们叫上庭燕一起吧。他一个魔域的奸细，比仙府之人还要正派，又见不得血，还是外教。师祖，其实我也很害怕看到尸体的。你跟了我几百年了，这点障眼法都看不出来吗？障眼法？莫非那些天之宫的弟子，并没有真的走火入魔，而是师祖您为了震慑住天无涯所制造出来的假象？看来他的功法已深不可测。他若杀了我，他如何敢对您动杀心啊？如今庚辰仙府，只有您才能供奉灵火，他是不想修炼了吧？才做如此愚蠢之事。若想杀我，他背后的心思就有意思了。想必天之宫公主的事情，大家都已经听说了。这师祖实在太过残忍，堂堂的一宫之主，说杀便杀。哎，原本以为师祖只杀阴流年那等敌对之人，如今看来，我们到底还是低估了师祖的疯魔性子啊！他既然杀了天无涯，那就说明他仍旧对当年上一辈封印他之事耿耿于怀呀。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，重启封印阵法，将他封印。如今天无涯已死，新公主又尚未成契合，凭我们几个够吗？唉，师祖生来性情古怪，从小便残忍嗜杀。我本想去感化于他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他已然是无药可救啊。好吧，既是如此，那石某此番也愿意尽绵薄之力。好，有师掌门相助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大家都同意吗？叶公主，若司马教被封印，我便更难寻到杀他的机会了。40之宫的袁公主看似有话要讲，不知是何意？我觉得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若贸然启动封印阵法，我们必定会两败俱伤，恐怕本宫的弟子全部要搭上。这样的代价，是否值得？我们可都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他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天无涯便是个例子。我袁某人就没喝过司马氏的血。哎呀，你没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不代表你先祖没喝过呀。师祖难不成会放过你？那天无涯怎么死的？天无涯是因为偷了灵脉，才会被师祖惩处。若大家对师祖没生二心，师祖也未必会斤斤计较。哦，我知晓了，袁公主，你是因为你那40之宫的小弟子得了师祖的青睐，你便犹豫了。荒唐！师祖，果然如您所料，石千缕已经召集其他公主，在商议要封印您的事。除了40之宫的公主没有听从，其他人皆同意了他的举措。不过入灵没有表态。40之宫，师祖，恕罪呀！真新鲜，八大宫竟出了个聪明人。按照您之前的推测，石千缕现在的修为已经颇高了，能代替天无涯行封印之术，至少也是个合体。说不定已经攻至大成了。那岂不是和师祖现在一样？他也配跟我比吗？
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，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哎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你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，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我会魔法了。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，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怎么换个世界还是不能躺平啊？别人穿越是天命之女，我穿越是社畜之魂，没钱没假期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以前天天敲键盘，现在天天玩抹布。人生不能白烂，快乐至少一半。本来就烦。还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。哎呦！坏蛋，藏死我！我要烧死你！你还会说话？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暂停啊！修仙世界，火焰会说话也很正常。火苗小朋友，我也是听老板的安排。那个，你多担待哈。好朋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！老板的话我得听哈。不好意思啊，师门专业种地的，你且忍忍，我很快。斗不过师祖而已，可你这小屁孩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感觉身体要被掏空了，怎么修仙世界的幼崽也这么精力旺盛？天天爬着鬼楼梯，累死我了。干的活比牛多，没工资没合同，纯压榨。好在老板经常不出现，同时大黑蛇也很好相处。工作对象虽然喜欢吐火，但很好接近。我要烧死你！爱娃太不容易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教我了，我好难受。我星子都吐不出来了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司马教说你也是庚辰仙府的弟子，那你下次不许再给我浇水了。我不给你浇水，我老板那儿怎么应付啊？你不是他的女人吗？还需要花心思应付他？我请问你是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的？他能带到这里的，肯定是他的人。你是女人，就是他的女人，有什么不对？这逻辑鬼才！司马娇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用你们的血供养凤山灵火，本就是司马氏的宿命。你别以为将我练出了分身便能摆脱我。
们同生同死，这种命运，你永生永世都别想摆脱。这样看，三圣山这个工作环境还不算太恶劣嘛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修真界大家都不吃不喝的，不能点外卖，生活少了不少乐趣啊。又来。老板，老板，上下级要保持一定的纪律啊！胡言乱语，你就是这么侍奉人的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劳动合同这个问题。这儿虽然没有什么劳动法，但是该有的待遇还是不能少的吧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嘿嘿，要您发工资应该不太可能。每周的双休您得保证吧？转来转去，要的还是这个。啊？那双休不行，单休也行啦。继续浇水，别想偷懒。我听说你们在这儿待了500年，是不是不管人还是火，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容易生病啊？都怪司马昭这个没良心的，大逆不道！哼，没事老拿我消遣。司马昭，这么娇滴滴的名字，跟祖宗也太反差了吧？笨蛋，是娇，烧焦的焦。哦，嗨，这就对了嘛。你怎么这么暴躁呢？难怪祖宗说你一旺盛他就想杀人。哼，那是他诬陷我，我和他并不共感。你给我浇水让我痛苦，他并不会觉得好受些。那我这不是无效上班了？如此好的机会，为何不趁机偷薛宁花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真相了还在教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别教了。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公司战队就是这么残酷哈。有朝一日等我恢复了，我一定要把你烧成骨灰，撒到司马昭那个混蛋面前。我的花，司马昭，好的也是我用你的血养出来的花，你就不心疼自己的血吗？捡起来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花儿，花瓣。想要吗？您都把花扯成这样了，我要它干嘛呀？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就这样让你进来了。是的，没人跟我说什么。哎，主要是我和师父师兄其实不太熟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内幕。况且，知道的越多，死的越快。
这花赏你了。他竟然对你这么大方！大方。这花瓣好看是好看，可是我能用它来干嘛呀？你竟然不知道，这可是凤山血凝花，一片花瓣就是1000年修为，整个庚辰仙府之人都对它趋之若鹜。哎，这应该算工资。只要你帮我，我给你更多的花瓣。不用啦，谢谢啊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说实话，像这种宝贝，我也不是很敢用。万一我一个受不住死了怎么办？小说里很多这种套路的。我今天的活干完了，那我先下班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再陪我聊会儿。嘿，这就走了？我活都忙完了，不能走吗？谁说忙完了？要你多嘴，你自己找什么活儿？不想死就跟上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杀人？我不学行不行啊？不学就杀了你。啊！拿起来。拔出来。仙府的灵器都需赋予灵力，方可使用。可我不会灵力啊！我为什么要学杀人啊？日后定会派上用场。啊！师祖，我先跟您确认一件事儿啊，免得我们日后相处起来拿捏不好分寸。说。那个，您看您给我喂血，把我留在身边，还亲自教我术法。这山上明明那么多人，您偏偏对我一个人这么特别，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。我现在长得算挺好看的，也不至于到可笑的程度嘛。而且喜欢跟修为有什么关系呢？凡尘情爱，岂能入我的眼？那可说不准，老房子着火一瞬间的事儿。不知所云。要不是因为你的体质能暂缓的灵火给我带来的躁郁之气，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？哦，原来我是个移动空调啊！那就是我想多了，司马昭他真的没有感情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拜拜啊！师祖，师祖，师祖。
师祖，怎么是你？师祖身上的伤疤，难道是被封印时留下的？这是你能随意进来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进来的。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知道了，师祖您有烦心事，想看有没有机会讨好您。我能有何烦心事？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也许能让您开心一点。让我开心。成功啦！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真是可惜啊！你这些雕虫小技，对于我而言，好美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让你凉快点？老板，老板，严老板的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。除了下雪，你的修为还能为你做很多事。田燕，你醒啦？若灵，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已经倒在地上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不过我闻到四处都是血腥味儿，兴许是哪个弟子惹怒了师祖，被他杀了。司马昭这个人虽然有些时候神经兮兮的，但我接触下来，发现他不是一个嗜杀的人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晕倒前，云溪月那群人在找我麻烦，我还受伤了。可是我刚刚检查过了，你身体上没有受伤的痕迹。难道是司马昭救了我？师祖竟会救人？莫非……莫非是师祖对你真的有别的心思？哎呀，不可能，肯定是因为我是他的移动空调。就是我能给他降温，减轻灵火对他的灼烧感。灵火并非凡品，庭燕的身体竟然能给司马昭降温，难道他是来自魔域的极寒之体？原来如此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多亏了那条小黑蛇给我通风报信，我才及时赶到。哎，说到蛇兄，他人其实挺好的，上次也是误会。
明晚便是新月夜了，这次机会，我定不能错过。师祖，是我化成人形了。是叶入灵，他将我的心还回来之后，也不知道做了什么，我便可以化作人形了。你喝了我这么多血，早就能化为人形。没错，是这样才对。当初师祖用自己的血肉喂养弟子，弟子才可以捡回一条性命。师祖，我的命是你给的，弟子必将誓死跟随。你既然已经化作成人，便应该学着好好做人。庭燕也是这么说的，她让我不要舔她的手指，还跟我说要像人那样学会自尊自爱。可是师祖，弟子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人。你先去见的他。多亏了庭燕，入灵才会把心还给我。我是专门去谢谢庭燕的。师祖，庭燕真是一个好朋友。朋友？他倒是会笼络人心啊。新月夜，你去山门处守着。弟子明白。